想想看，小时候父母常常叮嘱我们，每天早上一定要喝一杯牛奶，还要吃上一颗鸡蛋，说这样才能长得高大又聪明。牛奶和鸡蛋在许多人心中几乎是营养和蛋白质的代名词。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牛奶其实并非蛋白质之王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一直被视为平价蛋白质来源的豆腐，居然连这份排行榜都没能挤进去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感到很惊讶？别急，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份世界公认的10大优质蛋白质食物排行榜，看看有哪些想不到的食物上榜，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食物脱颖而出。我们将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带你了解什么是高质量蛋白质，以及为什么这些食物能榜上有名。你绝对想不到，最后登场的第1名竟然会是它。在揭晓榜单之前，我们先来聊聊什么才算是优质蛋白质。简单来说，优质蛋白质就是含有人体所需全部必需氨基酸，而且比例恰到好处，并且容易被消化吸收的蛋白质。这样的蛋白质利用率最高，能有效帮助我们修复组织，提高免疫力，并维持各种生理功能。反之，如果一种蛋白质缺少某种必需氨基酸，或者不易被吸收，那它就称不上优质蛋白质了。一般来说，动物性食物提供的蛋白质质量普遍比植物性高，因为动物蛋白的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，比例更接近人体需要，并且消化吸收率高。相比之下，植物蛋白往往缺少1-2种必需氨基酸，需要不同食物搭配才能补足。不过也有例外，比如大豆就是植物中蛋白质质量较高的代表。蛋白质对身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，它是肌肉和细胞的建筑材料，参与构建身体组织和修复损伤，也是合成体内各种酶和激素等物质，以及制造抗体的重要原料。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有助于儿童的成长发育，让成年人增强肌肉的同时，也有助于控制体重。对老年人则能防止肌肉流失并提高免疫力。相反，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，人可能会出现头发和指甲易断、肌肉量下降、伤口愈合变慢、抵抗力下降等问题。了解了什么是优质蛋白质，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激动人心的排行榜环节，看看哪些食物能够挤进优质蛋白质食物的前10名吧。上榜的第10名是大豆，这是榜单中唯一出现的植物性蛋白来源。大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，在干燥的大豆种子中，蛋白质比例可以高达 30%到40%。大豆也是植物中少数能提供全面必需氨基酸的食物，被视为植物界的优质蛋白代表。虽然大豆中某些氨基酸含量略低于动物蛋白，但只要合理搭配饮食，例如与谷类一起食用，就完全可以弥补不足。难怪有人把大豆称作植物肉，足见其蛋白价值之高。大豆不仅蛋白质丰富，还含有大豆异黄酮、不饱和脂肪酸、钙、钾和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。这意味着吃大豆不仅能补充蛋白，还能获得骨骼健康所需的钙质、心血管健康受益的不饱和脂肪，以及抗氧化的维生素 E 等。特别是大豆异黄酮，有助于改善更年期女性的骨质流失和不适症状，这是动物蛋白中不具备的额外好处。说到大豆，就不得不提豆制品。这里榜上所指的大豆，主要是原料黄豆本身。像豆腐这样的豆制品，虽然以大豆为原料，但由于含水量高，蛋白质浓度相对较低，因此没有直接上榜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豆腐没有营养，豆腐依然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，只是相较之下，含量和氨基酸比例略逊一筹。大豆蛋白的消化吸收率也相当不错，虽然比不上鸡蛋和牛奶那样接近完美，但仍然属于易于吸收的范畴。对于不吃肉的素食者来说，大豆无疑是蛋白质摄取的首选之一。它没有胆固醇，非常适合需要控制胆固醇的人群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获取大豆蛋白的方式很多，比如喝豆浆、吃豆腐或豆干，或者把黄豆煮汤或熬粥。将大豆制品与谷物一起食用，可以让氨基酸组合更全面，提升蛋白质的利用效率。接下来登场的第9名是瘦猪肉。猪肉是我们日常餐桌上最常见的肉类之一，但这里强调的是瘦猪肉，也就是脂肪含量较低的精瘦肉部分。瘦猪肉的蛋白质含量约为 20%， 质量也相当不错，属于完整蛋白，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。
只要把肥肉部分剔除，瘦猪肉就是一种营养密度很高的蛋白质来源。除了蛋白质本身，瘦猪肉还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素，比如它富含磷、钾、铁、镁等矿物质，有助于骨骼和肌肉健康。其中的铁元素属于血红素铁，吸收率比植物来源的铁更高，这对预防缺铁性贫血很有帮助。瘦猪肉还提供多种维生素 B 族，尤其是维生素 B1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硫胺素，在各种肉类中含量名列前茅，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功能，并帮助我们将食物转化为能量。瘦猪肉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接近，吸收利用率也很高，是比较容易被消化吸收的肉类之一。相比牛羊肉，猪肉的肌纤维更细嫩，口感软嫩，老人和孩子也容易咀嚼和消化。由于猪肉风味温和，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它的味道。我们在烹调时尽量选择脂肪较少的部位，比如里脊肉或后腿瘦肉，再采用健康的烹调方式，如清蒸、炖汤或快炒，既保留营养，又不至于摄入太多油脂。比如用瘦肉片和蔬菜一起快炒，或者切块清炖成汤，都能既享受美味，又获取优质蛋白。作为大众日常摄取最多的肉类之一，瘦猪肉能够上榜并不令人意外。但可能有人认为牛肉或鸡肉才是更好的蛋白质来源，其实瘦猪肉的蛋白质质量并不逊色于它们。只要注意控制肥肉的摄入，猪肉同样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，让我们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摄取到丰富的优质蛋白质。排名第8的是瘦羊肉。羊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红肉，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和瘦猪肉类似，大约在 20% 左右。同样地，瘦羊肉提供完整蛋白质，氨基酸组成全面，能够为人体提供优质的蛋白质来源。羊肉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比如铁、锌、铜、磷等，对维持血液健康和免疫功能很重要。铁可以预防贫血，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和促进伤口愈合，铜参与血液生成和抗氧化酶功能，磷则是骨骼健康所需的元素。此外，羊肉也提供相当丰富的维生素 B 族，特别是维生素 B12， 对造血功能和神经系统健康非常有益。羊肉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常被视为滋补佳品，尤其适合寒冷的冬季进补。很多人一到冬天就爱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，既能驱寒暖身，又能为身体补充宝贵的蛋白质。羊肉性温，在传统食疗观念中被认为有助于增加体力并改善畏寒体质。当然，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，羊肉的暖身效果主要源于其较高的热量和丰富的营养供给。瘦羊肉相对于肥羊肉来说，脂肪含量低，吃起来不会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。有些人不太喜欢羊肉略微膻腥的气味，不过选择新鲜的羊肉并配合适当的香料烹调，可以降低这种味道。对于需要补铁的人群来说，羊肉是很好的选择，因为其中的血红素铁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。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、孕产妇以及需要增强体质的人群都可以适量食用瘦羊肉，从中获得高质量的蛋白和矿物质。在日常饮食中，羊肉的烹调方法多种多样，可以将瘦羊肉炖汤、清炖或加工成红烧菜肴，也可以切成薄片涮火锅。无论哪种方式，尽量去除多余肥肉，搭配蔬菜一起烹饪，这样既保证了营养摄入，又不会摄入太多油脂。适量吃些羊肉，不但能满足味蕾和胃的需求，还能为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和多种营养，让你在寒冷季节也能保持活力。第7名，瘦牛肉。牛肉一直被视为力量与精力的象征，很多健身爱好者和运动员都钟情于牛排和牛肉饭。瘦牛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 20% 以上，氨基酸构成与人体需求接近，消化吸收率也相当高。这意味着吃牛肉提供的蛋白质很容易被身体用来修复肌肉，增强体能。相比猪肉和羊肉，牛肉的脂肪含量更低，尤其去掉肥油部分后，因此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，摄入的多余脂肪较少。营养学上，牛肉还以富含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而闻名。铁和锌的含量使牛肉成为造血和免疫的好帮手。镁元素有助于肌肉功能。维生素 B 群如烟酸、维生素 B1、B2 等
则参与能量代谢，帮助我们对抗疲劳。无论是1克多脂的煎牛排，还是一碗慢炖的牛肉汤，都能为身体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。难怪有人说想长劲儿，吃牛肉。在这份榜单上，瘦牛肉凭借全面均衡的蛋白质和营养，也曾占据一席之地。第6名是鸭肉。作为常见的家禽肉类，鸭肉的蛋白质含量约为 16% 左右，虽稍低于鸡肉和瘦肉类，但仍然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。鸭肉同样提供人体必需的全套氨基酸，其蛋白质质量不容小觑。鸭肉中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、维生素 E 以及钾等矿物质。其中维生素 E 是一种抗氧化剂，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。钾则是维持心脏健康和肌肉功能必不可少的元素。鸭肉在中餐中有着重要地位，各种烹饪方式层出不穷。无论是广东的烧鸭、北京的烤鸭，还是用老鸭煲汤，都深受人们喜爱。鸭肉的口感介于红肉和白肉之间，肉质紧实又不失嫩滑，风味独特。相对于鸡肉的清淡，鸭肉的滋味更浓郁，这也让一些食客特别钟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民间有冬吃羊夏吃鸭的说法，与羊肉性热相对，鸭肉被认为性偏凉，适合在夏季食用，可以滋补身体，又不会带来上火的困扰。从营养角度看，鸭肉的脂肪大多集中在皮下，如果希望减少脂肪摄入，烹调前可以去掉鸭皮，只取瘦肉部分。这样处理后，鸭肉的脂肪含量会显著降低，而蛋白质依然丰富。另外，鸭肉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较高，这意味着与摄入等量猪油相比，鸭油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相对温和。不过，无论脂肪酸结构如何健康，控制摄入量仍然很重要。鸭肉的蛋白质消化率较高，人体对其吸收利用率也很好。对于想在鸡肉之外换换口味的人来说，鸭肉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它既能提供优质蛋白，又能让味蕾享受不一样的风味。对于食欲不佳或觉得鸡肉过于清淡的人来说，一道鲜香的鸭肉菜肴更能刺激食欲，帮助摄入足够的营养。在日常菜谱中，可以将鸭胸肉切片快炒，或用鸭块煲汤，搭配蔬菜一起炖煮，既美味又营养。只要适量食用，鸭肉完全可以成为均衡饮食中有益的一部分。出乎不少人意料，深受健身人士喜爱的鸡肉仅位列第5名。鸡肉的蛋白质含量相当可观，一般在 20% 左右，尤其是鸡胸肉部分，蛋白质丰富而脂肪含量极低。鸡肉的必需氨基酸构成全面，属于优质完全蛋白，因而成为许多人增肌减脂餐单中的明星食物。鸡肉之所以如此受欢迎，不仅因为它营养丰富，还因为口感温和，烹饪多样。作为典型的白肉，鸡肉相较红肉而言，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更低，被认为对心血管健康更友好。此外，鸡肉还提供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12， 还含有维生素 A， 并提供钾和磷等矿物元素，对能量代谢、神经功能和免疫系统都有益。无论是清蒸白切鸡、香煎鸡胸，还是慢火炖煮的老母鸡汤，鸡肉都能以不同方式满足你的味蕾和营养需求。在东方文化中，鸡汤常被视为滋补身体并加速康复的良方。在西方，鸡肉也是家庭餐桌上的常客，几乎人人都能在厨房里做出1-2道鸡肉菜。鸡肉的蛋白质消化率和吸收率都很高，人体对肌肉蛋白的利用效率接近牛肉等红肉，却比某些红肉更容易消化。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，想要锻炼增肌的年轻人，以及需要补充营养的术后患者或年长者来说，鸡肉都是极佳的蛋白质来源。鸡胸肉由于脂肪极少，深受健身族青睐，用来增肌减脂非常合适。而鸡腿肉口感较嫩，脂肪略高，但风味更佳，适合一般家庭烹调。我们在烹调鸡肉时，可以去皮以减少多余脂肪摄入，并搭配蔬菜和豆类等食材，做成均衡的一餐。鸡肉只排在第5名，可能让一些人觉得惊讶。这并不是说鸡肉不好，而是因为在蛋白质质量的某些指标上，它略逊于排名更靠前的食物。例如，鸡蛋和牛奶的氨基酸利用率更高，鱼肉和海鲜还提供了对健康有益的不饱和脂肪。然而总体而言，鸡肉依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
获取优质蛋白最经济实惠且方便可靠的选择之一。第4名是虾。虾类如对虾和明虾等海虾不仅美味，也是出色的高蛋白、低脂肪食物。可食用部分中，蛋白质占比约在 16%到20% 之间，与鸡肉等陆上肉类不相上下。虾肉提供优质完全蛋白，所含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，而且非常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。虾的另一个优点在于脂肪含量低且多为对健康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。与红肉相比，吃虾几乎不必担心摄入过多饱和脂肪。而虽然虾含有一定的胆固醇，但适量摄取一般不会对血液胆固醇水平产生负面影响，反而能提供磷脂等对心血管有益的成分。虾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，例如海虾中含有丰富的碘元素，有助于甲状腺健康，还有锌和硒，这2种元素对免疫功能和抗氧化防衰老都有益处。虾肉中的维生素 B12 含量也很高，对于神经系统和血液健康十分重要。对于想减肥或控制热量摄入的人来说，虾是理想的蛋白质来源之一。因为同等重量下，虾的热量较肉类更低，却能提供足够的饱腹感和营养。运动健身人群也喜爱虾肉，认为它可以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，避免摄入多余脂肪。虾肉鲜甜嫩滑，老人和孩子一般也乐于接受，哪怕牙口不好，也能容易的咀嚼和消化。烹调虾的方法非常多样且快速，例如把虾汆烫后凉拌、清炒虾仁、配彩椒、蒜蓉开边蒸虾，都是既美味又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的做法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虾类属于海鲜，有些人对其蛋白过敏，食用时需留意个体差异。另外，虾含有一定嘌呤，痛风患者应适量或遵医嘱食用。但总体而言，虾肉是一种健康又美味的优质蛋白来源，让你在享受海鲜美味的同时，获取高质量的营养。进入前3名，第3名是鱼肉。鱼类一直被营养学家誉为健康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其蛋白质含量通常在 15% 到 22% 之间，属于优质完全蛋白。鱼肉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非常接近，而且肉质细嫩，没有结缔组织，极易被消化吸收，是各年龄段都适合的蛋白质来源。鱼肉最大的营养亮点之一是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类脂肪酸如 DHA 和 EPA 对心脑血管健康和大脑发育非常有益，不但能够降低血脂并保护血管，还能促进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。尤其是深海脂肪鱼类，比如三文鱼、金枪鱼、沙丁鱼等，它们不仅蛋白质含量高，还含有大量的鱼油，有助于降低心脏病风险和炎症反应。定期食用鱼类的人群，心梗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往往更低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膳食指南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鱼。鱼类还提供多种其他营养，例如海鱼是碘和硒的良好来源，有助于甲状腺和免疫功能。脂肪丰富的鱼类含有维生素 D， 有利于骨骼和免疫健康。鱼肉中的维生素 B12 和烟酸等 B 族维生素对能量代谢和神经功能也有帮助。可以说，吃鱼不仅补充蛋白质，还同时摄入了一整套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组合。鱼的种类繁多，烹调方法也灵活多样。对于口味清淡的人，可以选择清蒸鲈鱼或水煮鱼片，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鲜美和营养。喜欢重口味的，可以红烧或干锅来满足味蕾。无论哪种做法，鱼肉都能做到美味与健康兼顾。在中国传统习俗中，年夜饭上一道整鱼象征年年有余，也体现出鱼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某些大型鱼类可能累积汞等重金属，孕妇和儿童应选择低汞的鱼种，比如三文鱼或鳕鱼，并注意适量食用。同时烹饪时尽量避免过度油炸，以免破坏鱼油中的有益成分。总体而言，鱼肉作为第3名，当之无愧。它提供了高质量蛋白质和宝贵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让美味与健康实现了完美结合。排在第2名的是牛奶。牛奶可能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营养之王。从小我们就被告知每天要喝牛奶来强身健体。牛奶的蛋白质含量约为 3% 左右，乍看并不高，
因为牛奶大部分是水分，然而牛奶的蛋白质质量极高，消化吸收率可达 97% 以上。换句话说，喝下一杯牛奶，其中的蛋白质几乎都会被人体利用，不会浪费。牛奶中含有2大类优质蛋白质，分别是乳清蛋白和酪蛋白。这2种蛋白都属于优质完全蛋白，其氨基酸组成非常适合人体需要。乳清蛋白更易消化，常被制成蛋白粉提供给运动员和健身者。酪蛋白消化较慢，可以为身体提供较持久的氨基酸供应。正因为有这2种高质量蛋白，牛奶成为了营养学界公认的优质蛋白来源之一。实际上，科学上有一个衡量蛋白质质量的指标，叫 PDCAAS。在这个评分中，牛奶蛋白常常是满分 1.0， 可见其氨基酸组成和消化率都达到顶尖水平。牛奶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每300毫升牛奶约含有300毫克钙，这对儿童骨骼发育和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都至关重要。同时，牛奶富含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12， 还含有维生素 A， 还提供钾和磷等矿物元素，有利于能量代谢、红血球生成和维持血压稳定。可以说，一杯牛奶不仅补充蛋白质，还兼顾了骨骼、神经和造血系统的营养需求，因此常被誉为完美食物之一。牛奶饮用方便，几乎随时随地都能摄取。每天早上一杯温牛奶，既能补充水分，又提供优质蛋白，对快速恢复身体活力很有帮助。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，可以选择酸奶或奶酪等发酵乳制品，或饮用无乳糖牛奶来避免肠胃不适。酸奶中的益生菌还对肠道健康有益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不论是成长发育期的青少年，还是需要高钙高蛋白的孕妇，又或者是需要维持肌肉和骨骼健康的老年人，牛奶都非常适合。难怪有说法称牛奶是接近完美的天然饮品。在优质蛋白排行榜中，牛奶位居第2，足以证明它在营养界的地位举足轻重。终于来到冠军揭晓的时刻，你绝对想不到，排在第1名的竟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鸡蛋。鸡蛋以其高达约 13% 的蛋白质含量和卓越的营养价值，力压群雄，成为优质蛋白之王。别看鸡蛋个头小，其中所含的蛋白质、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极为相似，消化吸收率也几乎是100%。事实上，在衡量蛋白质质量的各种指标中，鸡蛋常被作为金标准来对比。可以说，鸡蛋的蛋白质质量之高，让其他食物难以企及。鸡蛋之所以能登顶，不仅因为蛋白质质量一流，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浓缩的营养库。一个鸡蛋内含有10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包括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B12 以及铁、磷、硒等元素。尤其是蛋黄部分，营养更加丰富，含有卵磷脂和胆碱，这些物质对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有重要作用。对于学生和需要脑力工作的人来说，每天吃鸡蛋有助于提供大脑所需的营养，而蛋白部分则几乎纯粹是优质蛋白，没有多余的脂肪。在鸡蛋这样一个小小的壳里，汇聚了支持生命初期发育所需的大部分营养。难怪有人说，一个鸡蛋就是一个小型营养库。鸡蛋价格亲民，烹饪方式多样，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。无论煮鸡蛋、炒鸡蛋还是蒸蛋羹、荷包蛋，做法可以千变万化，适合一天中的任何一餐。对于忙碌的人来说，早上煮一个鸡蛋当早餐，快捷又营养；对胃口不好的人来说，来嫩的鸡蛋羹也能轻松摄取营养，而不费力咀嚼。鸡蛋柔软容易消化，老人、小孩和病后康复期的人都能安心食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鸡蛋的饱腹感很强，一个鸡蛋就能带来长时间的饱感，对于控制饮食的人很有帮助。有人也许担心鸡蛋的胆固醇含量，确实，鸡蛋黄中胆固醇较高，但现代研究表明，每天食用1到2个鸡蛋，并不会显著提高大多数人的血胆固醇水平。我们的身体会自行平衡来自食物的胆固醇摄入，因此适量吃鸡蛋是安全的。相反，不吃蛋黄反而会错过其中丰富的营养。营养专家普遍建议，健康成人每天可以吃1个鸡蛋。对于运动员或体力消耗大的人群，每天2-3颗鸡蛋也无妨，以充分满足蛋白质需求。
鸡蛋登上优质蛋白排行榜的冠军宝座，可谓实至名归。它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向我们诠释了高质量蛋白的含义。它物美价廉，营养全面，而且容易获得和烹调。下次当你为补充蛋白质发愁时，别忘了厨房里那枚不起眼的鸡蛋，它可是当之无愧的优质蛋白之王。